Hello，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三大城市6月份房产市场情况。这个数据本来应该在月初分享的，但最近忙着搬家，所以一直拖到今天。首先来一起看看多伦多地区的房产市场情况。根据多伦多地区房地产经纪协会公布的数据，6月份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产销量为11106套，虽然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8.5%，但与5月份相比下降了7%。并且与3月份的15000多套房屋相比大幅下降。6月份在大多伦多地区出售的所有房屋的平均价格为1089536加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7%，与5月份创下的超过110万加元的记录相比略有下降。多伦多地区房地产经纪协会跟踪的所有主要房屋的销售量和价格均出现下降，但公寓市场除外。目前公寓市场仍在温和上涨，尽管6月份经济放缓，但考虑到第一季度的市场情况，多伦多地区房产经纪协会上调了今年的销售预期，新的预测为115000套交易，比之前的预测增加了1万套。他还将今年的平均价格预测提高至107万加元。多伦多地区房产经纪协会首席经济分析师认为，今年年初房屋销售飙升，虽然今年第一季度销售创下历史新高，但是随着人口增长放缓，被压抑的需求已经基本释放，销售不断刷新纪录的局面已经结束。再来看看蒙特利尔的情况，魁北克房地产经纪协会说，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市的房价在6月份飙升，但是销售量继续下降。魁北克房地产经纪协会的数据显示，蒙特利尔单户住宅中位数价格达到了50万8千加元，高于1个月前的49万6千加元。公寓中位数的价格为36万5千加元，和上个月持平。蒙特利尔6月份的销量为4619套，比2020年6月的4950套下降了7%，比2021年5月份的5398套下降了14%。魁北克房地产经纪协会认为，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市的住宅销售在6月份大幅下降，原因有2个：一是缺乏可供出售的单户住宅，二是价格上涨，这使得市场降温。再来看看温哥华的情况，大温哥华地区的房产市场在6月份从3月和4月创纪录的速度放缓。大温哥华房地产经纪协会表示，上个月该地区售出的房屋总数为3762套，比去年同期的2443套增长了54%，但比2021年5月的4268套下降了11.9%。上个月的销售量比近10年6月份平均销售量高出了18.4%。大温哥华地区所有物业的基准价格为117万5千加元，比去年6月份上涨了14.5%，比上个月上涨了0.2%。独立屋销售增长45.7%至1262套，基准价格为180万加元，同比上涨22%，但与5月份基本持平。公寓房销售飙升60.5%至1774套，价格为73万7600加元，比上年增长了8.9%。而联排住宅的销售量增长了53.8%至726套，基准价格为94万6900加元，比2020年6月份上涨了17.4%，但仅比今年5月份高出1.1%。这就是三大城市6月份的市场情况。上面的数据说明，加拿大的住房市场正在迅速降温。加拿大房地产协会的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房屋销售与新上市比率下降，买家退出市场的速度比卖家快。全国大多数市场都是这样的趋势，市场供求逐步平衡。如果市场进一步降温，可能会导致价格下降。根据房地产经纪公司 RE/MAX 的民意调查显示，1/3的加拿大购房者表示，他们正在考虑所谓的变通方法来买房，这包括出租他们主要住宅的一部分，或者是与朋友、家人共同筹集资金，甚至是与邻居合住。42%的受访者将负担能力列为他们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障碍，这比去年增加了4%。2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薪水不足成为拥有房屋的主要障碍。18%的受访者表示担心利率上升。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发布了2021年年度抵押贷款消费者的调查结果，超过一半的加拿大购房者正在最大限度的贷款，其中65%的买家把他们的预算推到了最高上限。伊索普为 MNP 进行的调查显示，45%的受访者认为，在未来12个月内，如果不借更多的债，恐怕无法支付所有生活和家庭开支。这一比例在3月份以来上涨了6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32%拥有房屋的加拿大人表示自己是有房的穷人，也就是每月他们支付与房屋相关的费用之后，剩不了几个钱。甚至还有1/5的房主表示，他们后悔为了买房而背负了太多债务，导致他们现在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虽然加拿大人第2季度手头的现金比3月份多，但破产家庭的比例也达到了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新版的 MNP 消费者债务指数报告称，从2021年第1季度到第2季度，家庭每月剩余资金增加了106加元，截至6月底达到了731加元。然而，在2021年第2季度，资不抵债的加拿大人比例为30%，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承认他们比过去更加担心自己的偿债能力。易索普在报告中称，这意味着约有550万房主容易受到金融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当加拿大央行宣布加息，或者是家里有人失业等情况发生时。这就是我的频道为什么一直在强调量力而行。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